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各位在玩策略手游的时候，是不是有发现到一个问题，就觉得说我玩的究竟是不是真的策略手游，还是我玩更加多的就是花钱游戏而已？根据我询问 AI 问出来的结果，他们说这种策略游戏也算是策略游戏。虽然我在游戏之中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策略元素，我发现到近几年设计的一些策略游戏呢，比较多的策略上是在我们搭配上面。就比方说，你会想着说这个统帅应该要跟哪个统帅搭配会比较合适，统帅的天赋应该要怎么点选之类的，还有一些副本活动你应该要怎么编排你的队伍，把它位置放在哪里去进攻 NPC。 除此之外就没有发现到多少关于有策略的元素了。因为像以前我们玩一些策略游戏的时候，有很多时间都是我们自己去布局自己的领土应该要怎么放，我们的旗帜应该要怎么建。虽然今年推出的帝国时代多出了不少的建设，还有不少的器械可以让我们去建造，但是实际上建造的人并不是玩家自己本人，而是由你们的联盟管理员。因为像我们一般玩家，就算你要建设也是没有权限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用自己的钱，也就是自己的加速资源在跟对方抗衡而已。像以前的策略游戏，如果我们真的打不过的话，我们只是需要去重新培养自己的统帅，征收更加多的部队，或者是锻造更加多强劲的装备。但是目前在手机策略游戏中，我们比较多的装备呢，全部都是要靠钱才可以获得的。当然了，游戏也是会给你一些装备，但是多数的装备呢都是不太能用的，要么就是这些等级比较低的，或者是效果比较差的。如果你想要在游戏之中玩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话，你就必须要做等级越高更加强悍的。而且更别说统帅现在除了要升星星之外，你还要再提升他的技能。像我玩策略游戏看到比较夸张的就是像帝国时代，它除了这里我们要提升等级，要解开自己的技能点之外，升星星方面也是可以额外的解锁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花钱的地方并不是只有花钱在自己的技能点上面而已，就连星星这里也是要花不少的钱。而且比较离谱的就是英雄装备，除了你的主要统帅要穿装备之外，就连你的副将装备都会触发，也是会用到的。所以这个游戏里面你要用到的装备不只是一套而已，而是3套，总共加起来就是有12个装备。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帝国时代玩不下去的原因啊！这个游戏真的太花钱了，而且可以说这些策略游戏无时无刻都在跟你说你必须要花钱才可以更强。每次一登录游戏的时候，就会有不少这种弹窗啊，就跟你说快点来买呀，买了之后你就可以拿到一些比较强的统帅，不然就是有这种什么日历啊、排行榜之类的，跟你说哦，现在有什么新的活动，最强君主你可以拿到统帅，推出转盘就可以拿到统帅之类等等的。像以前的策略游戏，你只是需要派你的部队啊去跟对方打，打了之后对方就会归于你的麾下。但是这个也算是近期设计的一些手机策略游戏里面都会有的因素吧，就是让一些玩家觉得说我很有成就感。就比方说这种什么战力排行榜啊、战功排行榜啊，像以前的策略游戏基本上都不是联机的，所以就不会有这种排名的问题。你不需要跟别人竞争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太多的压力，你只是需要把游戏里面的一些 NPC 给打掉而已。但是现在更加多的就是钱砸钱，谁砸的钱更多而已。但是我说实在的，现在也算是所有游戏的普遍现象了，不管是策略游戏也好，还是其他游戏也好，大多数会选择制作手机游戏的一些公司呢，其实他们主要是为了要赚钱。因为你电脑版或者是单机类的话，其实赚不了太多的钱，除非你的公司是真的世界闻名。就比方说你是 GTA 的公司 Rockstar、Ubisoft、Capcom 之类的这种大公司，可能你可以制作单机游戏都会回本。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近期这种大公司，他们也是开始出现一些 DLC 或者是线上模式，开始让玩家去付费玩了。只是相比起来，这种大公司所制作出来的游戏呢，还不会这么的粗制滥造，而且付费跟付费不影响你自己的游戏体验，你依旧还是可以正常的去玩游戏。但目前在现在的手游市场里面，你要么就是真的非常的干，很努力的去玩游戏，几乎把你整天24小时的时间都投入在这个游戏上，或许你还可以追到一些进度，否则的话你就是需要花大笔的钞票才可以把你的账号提升上去，才可以在游戏里面玩的比较开心。应该是说正常的去玩游戏。而且说实在的，电脑的一些游戏或者是单机游戏
戏其实他们比较有创意一点啊，就是你玩到游戏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其他的游戏差别还是挺大的。但是现在的手机游戏，你看到大部分他们设计的东西呢，就是抄袭其他的手游，然后制作出来的。可能你看到的画面或者是你感受到的体验，并没有觉得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就是目前手机游戏我们体会到的感觉。那么关于这个话题，今天暂时先讨论到这里啊。至于各位看了今天那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